从7月9号开始，卡加利1年1度的盛事牛仔节 Stampede 终于在睽违2年之后再度举办。今年的牛仔节特别从7月9号到13号提供优惠票给在过去1年半的期间在抗疫前线的工作人员，例如医护人员等。原本打算买这个优惠票去看表演和烟火秀的我，竟然在7月9号的当天晚上提不起劲来，只能呆呆地坐在餐桌前看着网络电视剧，久久无法离开。在上回的想离开卡加利的10个理由视频中所提到的想离开卡加利的原因，都是基于事实的考量和理性的思考下而说出来的感想。今天想来和大家谈心，说说真正的姐妹掏心话。我是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的架杠台湾郎，看着我从台湾带来加拿大的小时候照片，满脸笑容的我，真的无法想象在我懂事之后的日子，所谓性格决定命运，原本不认命的我，在移民到加拿大多年之后，慢慢认同这个说法。对于想来加拿大的朋友们，多半担心的是工作、买房、买车、小孩的教育问题等。但是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大家，其实最重要的是移民的心理健康。也许大家会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已经成功移民了加拿大，也学习了专业课程，并从事着专业工作，拿着稳定的收入后，才开始奢望更多，才会胡思乱想。但是相信有留学或移民经验的人们都可以认同我的想法，特别是第一代的移民，放弃原本在国内的家人、朋友以及工作或者是事业，重新到一个陌生的国度，从零开始，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光是学习新的语言这件事，可能就会使得一些人打退堂鼓。我曾在以前制作的视频中提过，移民的心路历程就像是心电图一样，高低起伏的不断循环着。我是生长在一个传统的闽南家庭，家中5代同堂，人家是单传儿子，我家是单传女儿，也就是说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。那么大家会说，你一定是最受宠的咯。现在想想，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，因为我是那个最需要学会独立自主的小孩，因为没有人会帮我做，使得我现在很独立，会赚钱，会开车，会洗衣做饭，会修改自己的衣服，会换电灯泡，会通马桶等家务事，好像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大概都能上手。不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，也要帮助家里的经济。兄弟结婚的时候，父母给了他们房子和车子，是这样让他们娶了老婆。也许我在台湾的家人并不认同我的话，但是事实就是如此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计划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虽然我妈常说人就要认命，但是当时20岁的我回了母亲一句话，不对，人要创造自己的命运才对。有些人比较晚熟，我就是那样的人。20岁以前，我唯母命是从，不管是在学校的时候打工，或是出社会工作，我都是把薪水完全交给母亲打理，母亲再给我零花钱。亲戚朋友们都以为我是一个很温顺的女孩子，甚至说我是一个点头娃娃，从来不会说不。其实天知道，我才是那个最有个性的小孩。当我自己知道必须为自己存钱规划未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古时代的女人结婚生子的年纪了。但是因为还没结婚，家中长辈们还是管我管得很严，不准这样，不准那样的。为了逃出这个牢笼，我拼命打工赚钱，并且藏起来，不让老妈发现，然后趁台股大涨的时候买股票，赚了第一桶金，然后就
结婚，留职停薪，到英国念书。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很苦，省了又省，在放假的时候也去英国当地的办公室打扫卫生。终于在18个月之后拿到商学硕士的学位。原本打算在当地找工作留下来，刚好遇到美国的911恐怖攻击事件，英国成为第2个攻击的目标。在家人的千呼万唤之下，才又回到台湾台北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台湾的政党轮替，我留职停薪的国家通讯社改朝换代，没有职缺让我回去工作，所以我又找了电视台的编译工作，接着又转换了好几个不同性质的工作，又自己当起老板，开了社区型的英日语补习班。慢慢经济状况又有了起色，也就在开业的1年后，收支才达到平衡，才开始赚钱的时候，台湾的 SARS， 也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疫情爆发之后，学生们都不敢来补习班上课，要求我退钱，同时在房东也不减免房租的情况下，只好关门大吉。虽然之后我又回到老本行上班，但是年纪越来越大，机会越来越少，婆家和娘家人都怪我辞退稳定的工作，带着老公去英国留学，结果拿个双硕士回台湾，却赚不到以前的高薪。渐渐的，老公也开始抱怨，我就开始了失眠的日子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积极规划移民，因为我在台湾再也无法过下去了。因为在英国花光了积蓄，所以我又开始拼命教英文，开始第2份和第3份工作，希望多存点钱来移民。虽然老公不太想移民，但是因为有共同的留学英国经验，最后在由我出钱找移民代办公司的条件下，老公也答应一起办移民。但是人心是善变的，在我又花光了存款，拿到加拿大移民纸 landing paper 之后，老公又说要考虑移民这件事，因为他不想离开家人。虽然2个人最后一起来到加拿大报到，但是当一个人的心仍然留在台湾的时候，那就是早就预定了分离。于是老公来温哥华1个礼拜后就回台北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加拿大了。在过了半年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从夫妻变成前夫和前妻了。没了老公，让我破釜沉舟的拼命赚钱，哪里有工作哪里去。但是人就是这样不甘心，所以我又想转行了。最开始看看加拿大的哪个工作专业最适合我当时的处境，最后我选择了医疗，学习了我从来没想做过的护理专业。对于我如何从记者转行做护士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视频下方的链接点击观赏。在学习20个月的职业护士 LPN 课程之后，我通过了加拿大国家考试，成为一名专业的职业护士，开始我的职业生涯。但是童年的阴影仍然伴随着我，加上护士工作的本身压力就很大，因为每天的工作都是跟病人的生命有关。在我当护士的第1年，有一个中风病人猝死，虽然不是我的过失，但在事件发生后的整整2年，我一直不容易入睡，最后寻求心理医生和宗教团体的帮助后，才慢慢好转。起先，我的家庭医师转介我看心理医生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在第1次和第2次会诊的半个小时之内，在心理医师刚起个话头，我就开始哭，一直哭到半个小时的看诊时间结束，家庭医生才给我回家功课，让我回家自己疗伤。
在看了3次心理医生之后，我才可以和医生交谈，正视我童年的创伤以及我工作的压力。同时，我也在教会牧师娘的帮助下，慢慢找回我的自信心，慢慢远离我童年的阴影。因为我的牧师娘是一位心理咨商师，平时在卡加利的中学里开导国中以及高中生，所以她叫我每个星期到她家一次，说说我的童年往事和我的工作情况，就像是看心理医生一样。每次去见牧师娘，我一定要先哭个20分钟再说。就这样子，在1年之后，我才告别了牧师娘。在这里，我真的衷心的谢谢他们，让我学会自我疗伤，也学会了如何放下过去，迎向未来。在移民加拿大后，一直忙忙碌碌地做着好多份工作，到去年2020年3月份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我才被迫的只能做一份护士工作，以免交叉感染新冠病毒。所以从去年的3月份到今天，我就只做着一份工作，过着特别简单的日子。在今年的7月1号，也就是加拿大国庆日当天，亚伯达省开始解除社交封锁令，大家终于可以出门去见朋友，可以去参加室内活动。而在7月9号，久违的牛仔节庆典又开始了，但是我却感到特别无力。本来想去看烟火的，结果在家睡了整整16个小时，是因为长期做护士工作累积下来的疲累感，还是单身移民加拿大的孤独感造成的呢？在从事护士专业即将届满10年的前夕，在移民加拿大已经满13年的当下，我获得了重生，也改变了生活形态。重要的是，我的心理健康逐渐改善，我的价值观、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等3观也有所调整。在这里，想改变自己的你，可以听听心里面的声音，不要长期压抑自己。对于已经移民的朋友们，更要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，不要因为移民而更忧郁了。希望大家都能身心健康的在自己的舒适圈长久快乐的生活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